1937年淞沪会战，国军最精锐的德械师几乎打光首都南京陷落。1938年武汉会战，虽然我们守住了济粮，但半壁江山已经丢了。那时候的日军手握联合舰队，脚踏9·7式战车，头顶陆航的王牌战机，正在不可一世地横扫亚洲，甚至连当时很多中国民众在接连的大败仗面前，都已经开始相信日军不可战胜这种丧气话了。可偏偏就在那最黑暗的时刻，无论是远在延安里的毛泽东，还是坐镇重庆山城的老蒋，他们在这几次大型会战的硝烟还没散尽时，就已经完全确定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日军必败大日本帝国的太阳，迟早要掉进太平洋里。这可不是什么自我安慰的精神胜利法，而是一场极致冷静、极致宏大的战略推演。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中国是如何布下一个让日军溃败死局的，而这个局的正眼就是今天的重庆。很多人问过我一个假设，如果当年重庆也丢了，老蒋会不会像汪精卫一样彻底绝望去当卖国贼？我告诉你，如果你了解那个男人的性格和他背后的战略团队，你就知道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蒋介石虽然政治上有很多可以商榷的地方，但在民族大义和权力尊严这两件事上，他绝不妥协。更重要的是，他在1935年，也就是卢沟桥事变的2年前，就已经带着高参们悄悄摸进四川了。那时候他就明白，面对拥有绝对海空优势的日军，南京不是久留之地，武汉也只是个驿站。中国抗战想要不灭亡，唯一的生路就是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所以中国必须往西走，往深山老林里走。大家看地图，重庆这地方简直是老天爷给中国留的保命符。它位于长江与嘉陵江的汇合处，离上海1400公里，离南京1200公里，离当时的火线武汉也有700公里。更绝的是，这地方晋江背岭，浓雾蔽层，周围全是海拔1-2千米的崇山峻岭。日军引以为傲的95式、97式战车在华北平原上横冲直撞，但到了三峡门口，他们就是一堆废铁。在这里，长江是唯一的运输大动脉。只要中国军队卡死石牌，卡死三峡口，日军的舰船就是活靶子。而且重庆这里全是坚硬的红尘砂岩，是修建防空洞的天然场所。当年日军搞了长达数年的重庆大轰炸，结果呢，重庆人硬是凭着几把铁钎，在山体里掏出了全世界最坚固的防空工程，并且还能在石壁后面继续造子弹。这种作战韧性是那些习惯了速决战的日军参谋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变量，而且狡兔三窟。当时蒋介石还想好了，哪怕重庆也不保，他在西昌也准备了后手，一套备用机构。他算准了，在一个拥有数亿人口、疆域辽阔的农业大国，只要中央政权不投降，只要民众的抗战意志没断，一个政权就绝对不会因为丢了一座、2座城市而灭亡。相反，日军每前进一步，其引以为傲的爆发力就在被漫长的补给线一点点耗尽。要知道，一个现代化的战争机器每天消耗的钢铁、石油和弹药都是天文数字，而日本那个小岛国所有的战略资源几乎全靠进口。他们每向前推进1公里，补给线就拉长1公里，运力负担就增加1倍。到了重庆门口，日军的补给线几乎已经脆弱到了极点，其漫长的补给线上到处是国军、八路军，甚至是山里土匪的伏击圈。日军就像一个陷入泥潭的拳击手，一拳打在棉花上，不仅没伤到对手，反而把自己累得够呛。就在这种战略相持的紧要关口，日军其实已经预感到了危机。他们原本在1942年策划了一个代号为5号作战的疯狂计划，准备集结16个师团，几十万精锐，打算不计代价强攻重庆，毕其功于1亿。但历史就在这里拐了一个极其吊诡的弯，因为就在日军磨刀霍霍准备入川的时候，另一个战场上的巨变直接掐断了他们的气管。提到日军必败，我们必须得聊聊1938年5月那个从延安传出来的声音。那时候毛泽东发表了那部著名的《论持久战》，这部著作在当时简直就像一记重锤，砸碎了国民党内部很多人的悲观心理，同时也给所有的抗战军民在黑暗中点亮了一盏逻辑之灯。
毛泽东他直接把这场战争拆成了3个阶段，即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他告诉所有人，不要被日本人的战时强大给吓倒，他们那是外强中干。首先，日本确实是世界一流的工业强国，但这恰恰是他们的软肋，因为工业文明打的是资源，打的是由于国内阶级矛盾不得不向外寻找出路的赌博。日本想在3个月、半年内解决中国，就是因为他们那点底子根本经不起长时期的战争消耗。可毛泽东看准了中国的大人多地大物博，日军每占领一座城、一条铁路就得留一个连队、一个大队去驻守。中国这么大，日军呢几十个师团撒进去，就像把一盆沙子倒进大海里，只要不跟日军搞那种死板的阵地式的硬碰硬，日军的优势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补给线的拉长而递减，我们的优势则会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民族觉醒的广度而增长。这种战略思维在当时简直是神来之笔。事实证明，毛泽东和老蒋在这一点上达成了惊人的默契。老蒋在正面战场死守重庆，告诉全国民众，中央政府还在，中国还没亡。毛泽东在敌后战场发动群众，教会了斗争的手段。后来日军发现，他们不仅在军事上无法取胜，在政治上也陷入了孤立。为了尽快结束战争，日军多次通过中间人想诱降国民政府，但老蒋的态度极其坚硬。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了一个血淋淋的教训，那就是汪精卫。汪精卫当年觉得抗战必亡，选择屈膝投降，去搞什么曲线救国。结果呢，他成了全民族唾弃的汉奸，被死死地钉在耻辱柱上。对于老蒋这种极其在意地位和名声的人，他怎么可能去走那条死路？而且当时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极其恐怖的共同凝聚力，上海的血、南京的泪，这些东西已经变成了全民共有的血仇。在那种氛围下，任何一个试图和日军谈和的领导人都将瞬间失去所有士兵和百姓的支持，所以不投降成了唯一的生路。在重庆的浓雾中，中国其实已经完成了一个壮举，我们用几百万将士的性命把日军死死地拖在了中国的崇山峻岭里。就在这种相持状态下，1942年的太平洋战场传来了日军惨败的消息。原本计划用来强攻重庆、执行5号作战的精锐师团被紧急调往太平洋去填那个永远填不满的窟窿。日军想结束中国战场，却又不得不把资源抽走，这种自相矛盾的窘迫让老蒋意识到，他的坚持终于换来了转机。1943年，他迎来了一个走向人生最高峰的机会。那一年，中国不仅要在战场上挺住，还要在世界版图上正式拿回属于自己的位置。1943年对中国抗战来说是一个极具戏剧性反差的年份。如果你是那个时代的自媒体博主，你的标题一定是重大喜讯，中国从此站起来了，老蒋跻身世界4强，废除100年不平等条约等等。这可不是标题党。1943年1月，中美英在华盛顿和重庆分别签字，正式废除了那些压在国人头上100年的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没了，租界收回了。同年11月，蒋介石带着宋美龄飞往开罗，跟罗斯福、丘吉尔平起平坐。大家看这张著名的合影，罗斯福在中间，蒋介石坐在一旁，英气勃勃。那一刻，蒋介石即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于一身。这简直是他个人权力的巅峰，也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罕见的荣光时刻。罗斯福的特使居里在重庆见到他时说，他比以前更瘦了，更疲惫了，但他身上完全没有失败者的迹象。那时候的国军确实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薛岳将军指挥的第3次长沙会战，硬是凭着天炉战法，在湘北的丛林里歼灭了数万日军精锐。那是珍珠港事件后，整个盟军在远东战场拿到的第一个实打实的胜利。美国人一看，哟，中国这兄弟能处，有事他是真敢上啊！于是美元源源不断地飞过驼峰航线，陈纳德的飞虎队在天空中夺回了制空权。但阳光越烈，阴影就越黑。在权力的巅峰之下，国民政府内部的官僚腐败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就在老蒋在开罗谈笑风生的时候，重庆的官场却在发国难财。马英九老先生当年在重庆大学演讲，直接开骂，他说抗战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
上等人既不出钱也不出力，在那儿囤积居奇，甚至还有上等人依靠权势发超级国难财，说的就是孔家、宋家那些豪门。老蒋知道这件事后气得要死，想见马寅初，结果马老直接回一句：“他是我的学生，哪有老师去见学生的道理？”这就是当时重庆的缩影。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后方官僚纸醉金迷，这种巨大的社会撕裂正在慢慢动摇国民政府的统治根基。更具讽刺意味的是，1944年，就在盟军在太平洋节节胜利的时候，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这一战成了国军在抗战末期的一个污点，日军都已经是强弩之末。结果我们竟然在河南、湖南、广西出现了惊人的溃败，几个月时间，我们丢了几十个机场，沦陷了数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日军甚至一度打到了贵州独山，先锋部队离重庆只有不到1天的车程。那时候，陪都重庆再次陷入了巨大的恐慌。新的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吓坏了，他赶紧找蒋介石，委员长贵阳要是守不住，咱们得赶紧迁都去昆明，甚至去西昌。但老蒋再次展现了他作为民族统帅最硬气的一面，他冷冷地回答，绝未考虑。他在日记里写道：“这是中华民族的气节问题，不能讨论，我绝不离于一步，决于此城共存亡。”这种杀身成仁的决心，配合上后来在湘西雪峰山会战中挺住的国军，终于让日军明白，他们这种垂死挣扎，除了让自己的补给线彻底断裂外，毫无意义。但也就是这一战，让罗斯福看清了老蒋的虚弱。他私下问他儿子，为什么蒋的军队不打胜仗？为什么他总把精锐留着防备共产党？日军败了，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但胜利之后，谁能真正收拾这山河破碎的残局？1945年8月10日晚上7点左右，重庆的浓雾似乎都被一种狂热的力量给冲散了。当盟军总部传出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时，整座山城彻底沸腾了。数十万市民涌向街头，美国大兵的军车上爬满了欢笑的孩子，那些在防空洞里躲了8年的老百姓，终于可以挺起胸膛，在大街上放肆的呼吸。老蒋在那一刻声望达到了他人生的最高点，他命令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关冈村宁次只能向国军投降，不得破坏资产。但他做了一件让很多后世考据党觉得匪夷所思的事，那就是他竟然对冈村宁次这个第1号战犯百般包庇，甚至在南京大屠杀8周年的日子里，他还在跟冈村宁次私下会晤，想利用日军的力量来对付中共。这可能就是政治算计盖过了民族公义。不仅如此，当胜利的喜悦还没散去，国民政府派往沦陷区的接收大员们却开始了一场更可怕的接收。日本投降后留下了巨额的物资和工厂，那些从大后方飞回来的官员们像饿虎扑羊一样，把一切值钱的东西塞进自己的口袋。当时上海流传一句话：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国民政府强行规定1元法币兑换200元伪币，这简直是合法的抢劫。沦陷区的百姓苦熬了8年日军的压榨，结果胜利之后竟然被自己的政府弄得倾家荡产。知道历史的我们，或许这时候你就能理解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里说的最后一句话：兵民是胜利之本。日军必败是因为他们挑战了一个拥有无限韧性和正义性的民族，但国民政府在胜利后的虚弱，是因为他们失去了那个让他们在重庆挺住的根基——民心。对了，这里我得插入一个细节，也是我整理资料时最有感触的一段。大家还记得老蒋1949年的那个时刻吗？1946年他还都在南京，胸前挂着5枚勋章，满面春风，觉得自己是世界巨人。可仅仅3年后，1949年11月，当初秋的寒风再次扫过山城，蒋介石再次回到了他口中的第2故乡重庆，但这一次他甚至不敢走下飞机，他只能在美龄号专机的轰鸣声中凄凉地看一眼脚下那座曾经帮他熬过最黑暗岁月的山城。他在飞机的轰鸣声中度过了在重庆的最后一夜。第2天凌晨，当解放军的炮声在郊外响起，他彻底离开了。这可能就是历史的魅力吧。1945年，蒋介石在山城的欢呼声中走向了权力的最巅峰。但仅仅4年后，同样是在这座山城，他只能在专机的轰鸣声中
最后看一眼他曾经的第二故乡。日军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他们站在了文明与正义的对立面，而抗战的胜利，这是中国千千万万个普通士兵和百姓用血肉之躯在山川间硬生生磨出来的奇迹。看完这期视频，你对日军必败和领袖的战略眼光是不是有了新的理解？你觉得在那场民族存亡的博弈中，最让你震撼的是哪一个细节？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